是徐乐 Tuber 鲁鲁喽。在原神 2.3 版本更新后，也新推出了新的野外 BOSS 黄金王兽，位置就位在鹤关岛南部的广场上。若是在接下来打算要抽新的游戏角色荒龙一斗的话，也是大概率要讨伐这只 BOSS。虽然身为流血狗的狼群之王，在看到本尊的同时，又同时感到错愕，这不是炸虾吗？而且初看这只 BOSS 还会觉得有点可怕，还喜欢飞来飞去，总会忍不住想说，有种就给我下来呀！不过黄金王兽的招式应对上真的是可以放心舔，非常简单。本次攻略影片就是要教大家如何料理这道全新的炸虾料理，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单人无伤完成一道美味的炸虾咯。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有打过俗称流血狗的受尽幼兽和受尽猎犬，就可以体会到那个会穿透护盾使角色持续扣血的 debuff。黄金王兽和这些受尽小狼一样，只要角色被攻击命中的时候，即便身上有套盾，也依然会被附加侵蚀效果。这个侵蚀效果是会让队伍中所有前后台角色都会按照最大生命值的一定比例持续扣血，持续10秒，每秒扣血的比例大约是最大生命值的1%再多一点。若是在侵蚀状态下再次受到攻击的话，侵蚀效果还会再叠加一层，每层的时间独立计算。若是在黄金王兽的血量来到 60% 左右时， BOSS 会进入噬魔状态，此时 BOSS 也会降升自身炎元素抗性，同时提升攻击力，并且会召唤3个受尽拳手在场地周围，身上也会随之产生护盾。护盾存在期间， BOSS 会免疫所有伤害，这时需要使用炎元素攻击受尽拳手来破盾。而受尽拳手在被炎元素击破后，就会破除 BOSS 身上的护盾，只要击破3次，就会让 BOSS 护盾解除，并且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瘫痪状态，可以把握这个空档大力输出。其实用任何元素角色来做输出的话都是可以的，甚至也可以在 BOSS 还没进入噬魔状态之前，就可以用核爆秒杀掉。而若是新手还没有办法秒杀的话，也推荐可以带上凝光这名角色，主要用来击破后面的受尽拳手，因为凝光3招技能都是炎元素攻击，只是用来破盾用的话，等级若只有20等也是没有关系的哦。若是没有凝光的话，可以使用炎主的荒心来破盾，一技能最多可以召唤3个，大招也是炎元素伤害，这2名角色在破盾速度上都不错。另外，若是对自己的走位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也可以再带上盾符角色和恢复奶妈，避免受到侵蚀和高爆发的招式时被灭团。因此这边的阵容组成就会是说出主 C 加炎元素角色加盾符角色加恢复奶妈。说出位的话，远程角色也是蛮推荐的，像是萧公和甘雨之类的主 C 狂喜。近战角色的话，也可以透过理解招式来无伤闪避，只要不被击中，那也就不用担心侵蚀效果咯。此外也小提醒一点，近战不一定要攻击 BOSS 的头部，在瘫痪状态时攻击他的虾尾是一样的攻击效果。当然后面如果都熟练的话，也都可以很轻易的 solo 挑战的哦。身为一条身长极长的活跳跳虾，当然就要善用自己的长处来当攻击招式了。可以看到黄金王兽会卷起身体，然后迅速的扭动身体来做出甩尾的攻击。只要在看到黄金王兽的预备动作后，就可以提前远离他的身体。虾虾要喷射光束前，可以观察他的嘴里会有隐隐约约的光束，并且似乎在酝酿什么似的，有点像猫咪要吐毛之前的状态。等它酝酿好之后，就会喷射炎元素光束，可以在看到它酝酿的时候，就准备跑到王兽的左右两边。此时又有一点空档可以进行输出，若是来不及躲过的话，也可以在光束要碰到自己之前，使用冲刺闪避到另外一边来闪躲。在黄金王兽在天上飞时，可以看到它身体周围会漂浮着3个淡黄色的狼头，接着这些狼头会一一发射，并且追踪角色所在的位置攻击，击中地面时也会有些微的范围炎元素爆炸伤害，在快被碰到之前提前冲刺闪避拉开距离。这是黄金王兽招式中速度比较快的一招，反应要快一点才能无伤闪掉。可以看到王兽会稍微往天上飞，接着迅速冲向地面乱冲乱滑，由于场地还蛮大的，可以提前拉开距离来闪躲。王兽爆冲完后会有一段时间在地上休息，也可以趁这个空档进行输出。黄金王兽会形成一道金黄色的龙卷风，就像裹上油炸粉的天妇罗炸虾，追踪角色所在的位置来靠近攻击。龙卷风移动的速度也不算快，只要使用冲刺进行闪避拉开距离，在场外跟它绕圈就不会受伤，直到龙卷风停止后再找时机输出。当 BOSS 的血量来到 60% 左右时，就会进入噬魔状态，3个拳手会飞出到场地边缘，这时就可以切出凝光来破盾最快。同时这时候也会有一些灰色的狼头追踪着我们来攻击，只要在快被碰到前冲刺闪避即可。
在一边移动的时候，也要随时注意王兽的位置和追踪狼手的动向。在噬魔状态阶段的时候，场地上会出现许多个大范围的炎元素伤害圈，总共会有2段攻击。第一段为将近布满整个场地的圆形冲击，第二段则为多个小范围的圆形冲击，尽量靠近场地边缘移动，并且在圈块爆炸前离开圆圈就可以轻松闪避。同时也要注意前面的灰色狼头的突袭攻击。那接下来就是单人实战的部分，使用灵光无伤通关。开场就先让黄金王兽飞个几下，接下来看到拳手出现时，就在快碰到自己前冲刺闪避，而后再等待王兽天上盘旋一下，顺便喊声有种下来呀！接着王兽使出虾虾光束，只要提前跑到王兽的身体2侧即可。在王兽天上盘旋俯冲下来的时候，也可以抓准时机重击，让宝石可以攻击离地面较近的王兽。看到王兽又化作龙卷风，就跟他绕场，保持距离即可。等到龙卷风转完，王兽虾虾自己也转到头晕了，这时候就可以抓准时机输出倒在地上的他。等到血量大约剩60%时，就会准备进入噬魔状态。会看到王兽漂浮空中，召唤3个灰色的兽镜拳手到场地边缘，一边击破兽镜拳手的时候，也要小心有蓝灰色的追踪弹偷袭过来。必要时凝光的玄机品也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而噬魔阶段的冲击波主要都是在圆形场地范围内，因此只要在场地边缘移动即可，更甚至也可以走在外围的草皮上，在一边找空档击破拳手。当3个拳手都被击破，就会看到从天而降的大闸虾掉落地面，任我们输出好长一段时间。只要输出够，就可以直接等着领奖励。若是没有来得及，则会再回到刚刚的招式循环。接下来则是使用弧形中带凝光的近战实战，大致上要注意的细节也和前面的差不多，只要不被击中，胡桃也不用担心受到侵蚀的窘境，并且还可以体验像魔物猎人一样的爽快断尾，虽然在原神里面是断不了尾的啦。再分享关于想挑战核爆秒黄金王兽的阵容，洛洛这边使用的是雷9万般，先上雷元素，再使用万叶风元素扩散解王兽雷抗，再开班尼特大招，接着开9条大招，再接雷电将军出来吃到9条满命的效果，看准王兽要靠近的时机开大，无响的一刀帅气带走。相关的面板也可以参考洛洛另外一支影片，而若是想要玩其他核爆的话，也可以带上核爆标准队员莫娜、万叶、班尼特，以及可以打核爆的主 C， 先上主 C 的元素附着在 BOSS 身上，再让万叶风元素技能减抗主 C 所对应的元素，再切班尼特大招、莫娜大招上炮影做1伤，最后切主 C 出来大招带走就可以咯。以上就是关于黄金王兽的单人无伤讨伐攻略。讨伐完后是不是想来一份炸虾呢？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肉肉们哦。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候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肉棒会员，并成为真实帮众。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虚弱 YouTuber 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